老道活了大半辈子，头回见人入定3天3夜，70多个小时不吃不喝，他还有力气起身吗？这家伙比驴还犟，分明练不出灵力，却不愿放弃。道长，这种透支健康的练法，今后必须禁止，不然他若出了岔子，咱们也得担责。待会儿你们搀扶好苏夏，老道给他喂葡萄糖。道长，等下记得改口，这东西不叫葡萄糖。对，现在得称它为灵液。苏夏，我刚才出现幻觉了吗？苏夏眼里居然闪过一抹青光。古籍中记载，炼气有成者，目运神光，可摄人心魄。难道他……不，上古炼气师只是传说，这世界就不存在修仙。师傅，我成了。是什么成了？炼气啊！经过3个日夜，我体内已凝练出一道5行真气。正如炼气诀描述，这道元初之气藏于丹田，温润四肢百骸，可令人耳聪目明。啥？5行真气？范导，你听见了吧？这货居然敢说自己练出真气！3天不吃饭，他看上去还挺精神。强撑罢了，苏夏看着挺实在，没想到也死要面子，明明什么都没练成，却非要称自己练出5行真气。年轻人练气诀都是道长杜撰而来，他能练成个屁！范导，可以为苏夏单独开一场小测验，当场揭穿他的谎言。这主意好，不过这场测验大概要推迟1-2日，苏夏3天滴水未进，得等他体能完全恢复。道爷，我成了！道爷，我终于成了！观众老爷们，我是天天整蛊的主持人王阳。本期节目我们将忽悠一位路人修仙。今早在大家的见证下，终于有一位路人上钩。目前他正在上清观学习炼气诀。这炼气诀是青云道长从古籍中摘抄的片段，苏夏却看得津津有味儿，显然对修仙深信不疑。一想到他修炼半天却毫无进展，我就忍不住想笑。他能练出个彩彩啊！苏夏要是知道真相，怕是要杀了你们节目组。苏夏太蠢了，居然真跑来山里跟道士学修仙。哇，这就是灵气吗？穿越后自带的2大词条，果然能助我修仙。一词条赋予我修仙根骨，另一词条赋予我逆天悟性。这傻小子还真把炼气诀当真了。假炼气诀能练成才有鬼呢。哎呀，这可怜虫被节目组增蛊了都不是情哎。苏夏要被你们玩坏了。哼，别练气没成，反倒把脑子练坏了。不对，苏夏身边怎么起风了？这股风竟围绕着他旋转。难道假炼气诀也能修炼？这什么情况？他身边怎么起风了？快给我联系道具组，是不是临时加了设定啊？范导，道具组说什么也没做，我认为只是碰巧遇上旋转气流，这风绝对跟苏夏无关。看，风停了，这世上哪来的修仙啊？刚才一切都是巧合罢了。不对，他身边又起风了。嗨，自己吓自己，刚才只是正常的旋风吹过而已。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苏夏真练成了呢。啊，刚才怎么突然中断了？难道是用力不够猛？再试一次。哎，这风又起来了，还加强了。这飞沙走石，这究竟是什么情况？难道他真的在吸收天地灵气？我操！莫非这炼气诀是真货？哎呀，这每个字都认识，怎么连在一起就看不懂了？现在又怎么解释？范导，一定又是苏夏碰巧遇上旋风。这节目由我们亲手操刀，能不能修仙，我们还不清楚吗？你说的对，2次起风绝对是偶然事件，是我疑神疑鬼了。范导，观众在刷屏问我们是不是特效，要不要回应？
这事儿交给我来办。若是利用好，说不定能提升直播间热度。各位观众老爷，你们之前看到的2次旋风并不是特效，大家要相信科学，世上不存在修仙一说，2次旋风只是巧合，这风迟早会停下。现在把画面切回上清观。我明白了，刚才灵气中断，并非用力不够猛，而是炼气诀性质柔和，运转时当如春风化雨，溪流汇剑。停下了！刚才2次旋风果然只是意外。道长，现在直播间人气正在飙升，迟早会上全网热搜，你得找个机会没收苏夏的手机。刚才的旋风只是意外吗？靠，原来是碰巧遇上旋风，我还以为他真成功炼气了。我就说嘛，这世上哪来的修仙啊？道长，这都过去5个多小时了，他居然还在原地打坐。是啊，要不要喊他吃饭？他要是在这练出毛病，咱们整个节目组吃不了兜着走。要不是他还有呼吸，老道险些以为他作化了。这事儿还得范道定夺。不急，这才入定几个小时，一顿不吃饿不死人。直播间正在热议，苏夏还能打坐多久？人数已突破3万。很好，这打坐也是个好噱头啊！你们别去打扰苏夏啊，看他能做多久。范导，他最多再撑2-3个小时，长时间不进食，体力也撑不住啊。苏夏还在打坐，整整3天，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要不是胸口还有起伏，我都要打120了。难道炼气诀学成之前他都不打算停下？可这炼气诀是道长随手写的，怎么可能练出名堂？范导，得就要停了，这3天滴水未进，再这样下去要出人命。他要是倒在这儿，咱们节目也得跟着完蛋。目前直播间有多少人？我说了，都说他是当代苦行僧，要我说呀，他就是腿麻到站不起来了。让道长去打断苏夏，再吩咐道具组准备好葡萄糖。苏夏3天不吃不喝，急需补充能量。老道花了大半辈子，头回见人入定3天3夜，70多个小时不吃不喝，他还有力气起身吗？这家伙比驴还犟，分明练不出灵力，却不愿放弃。道长，这种透支健康的练法，今后必须禁止，不然他若出了岔子，咱们也得担责。待会儿你们搀扶好苏夏，老道给他喂葡萄糖。道长，等下记得改口，这东西不叫葡萄糖。对，现在得称它为灵液。苏夏，我刚才出现幻觉了吗？苏夏眼里居然闪过一抹金光，古籍中记载，炼气有成者，目运神光，可摄人心魄。难道他……不，上古炼气师只是传说，这世间就不存在修仙。师傅，我成了。是什么成了？炼气啊！经过3个日夜，我体内已凝练出1道5行真气。正如炼气诀描述，这道原初之气藏于丹田，温润4肢百骸，可令人耳聪目明。啥？5行真气？范导，你听见了吧？这货居然敢说自己练出真气！3天不吃饭，他看上去还挺精神。强撑罢了，苏夏看着挺实在，没想到也死要面子，明明什么都没练成，却非要称自己练出5行真气。年轻人练气诀都是道长杜撰而来，他能练成个屁！范导，可以为苏夏单独开一场小测验，当场揭穿他的谎言。这主意好，不过这场测验大概要推迟1-2日，苏夏3天滴水未进，得等他体能完全恢复。哎呀，可怜的娃，8成是饿出幻觉了。节目组也是够狠，居然要我们捧杀苏夏，他要是受不了打击该怎么办呢？苏夏，为师再问你一遍，你果真练成了5行真气？师傅，弟子刚才所言无一句虚假。很好，你的天赋果然在师兄师姐之上。他们2人还未感应到灵气，你却已然练出第1道真气。苏师弟天赋异禀，师姐今后可要好好向你学习呢。哼，师傅，我不信师弟练出真气，除非他能证明给我们看。
谢师兄，你想让师弟怎么正面？当然要请师傅给苏师弟设置考题。我们这演技浑然天成，要是去拍电影，拿个奥斯卡绰绰有余。哎呀，谢峰的提议不错，明天啊，老道为你们师弟专门开一场考试。师傅，不必等到明天，今天就可以考验弟子。你3天没吃饭，怎么还生龙活虎？等你练出真气，即使辟谷7日，也能像我一样生龙活虎。啊！难道他真练出真气了？不可能，他3日不吃不喝，非但没事，还能一拳打碎木桩。开什么玩笑！苏夏随手一拳竟将木桩打烂，难道他以前练过功夫？师兄，这便是真气护体。啊！师傅，我还需要继续证明吗？那方才为师走神，没看清楚，你能否再试一次？好。我操！3天不吃饭，还这么有力气啊！不是，那练气诀真有用。我操！必须把练气诀搞到手，我也要修仙。3天不进食，活蹦乱跳就算了，还能一拳干碎木桩啊！范导，那木桩会不会是我们摆放的道具？快呀！立刻找道具组核实。道具组，庭院里的木桩是你们安排的道具吗？木桩不是道具，那怎么能一拳打碎？可能是常年风吹日晒，木桩内部早就朽烂了吧？对，一定是这样。我宁愿相信男人可以怀孕，也不信这世上真有修仙一说。这猜测还算合理。不过苏夏的体质也真够邪门，不吃不喝这么久，还能保持旺盛精力。他这体质要是穿越到修仙界，说不定还真能修仙。范导，快看，苏夏好像要对那棵树出手了。哎呀，一拳打穿大树！汪洋，这又怎么解释？啊，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啊，难道他真练成了护体真气？如果说一拳干碎木桩是意外，这一拳贯穿大树又该怎么解释？我眼花了吗？这也太生猛了！这练气诀，我一定要学会。莫非我从古籍上随便摘抄的段落真能修炼？苏夏能练出真气，我们一定也行。修仙原来真的存在。你看到了吗？他一横扫，那棵树居然拦腰斩断了。范导，会不会是苏夏本就习练过武术？范导，我这里有苏夏的新资料，来自他同学提供的重要情报。哼，苏夏果然习武出身。原来苏夏来自古武世家呀，难怪能徒手斩断一棵树。范导，苏夏若是出自古武世家，我们这样戏弄他，苏家要是知晓，我们岂不是要倒大霉？没事，苏夏半年前已经被苏家逐出家门，我们可以随意折腾。王阳，你等下还得去向观众解释，防止外人误会。好，这事必须说清楚，不然真有人要以为这世上能修仙。各位观众老爷，据我们调查，苏夏以前学过古武，因此有能力打断一棵树。这并不是修饰手段，大家不要以讹传讹，要相信科学。新增一条情报，苏夏练过古武，你们就当不知道，继续陪他演下去。这小子原来学过古武啊！刚才非说真气护体，把我们骗惨了。靠，差点上当。哼，这人看上去挺老实，没想到也贪图虚名。苏夏，你果然学会了练气诀，这护体真气你能熟练运用。是师傅教导有方。来，这瓶灵液给你服用，你3日不曾进食，服下灵液可助你恢复体能。多谢师傅。我操，这什么情况？呼吸之间，头发长出一大截。他头发长得好快啊！
这什么葡萄糖，竟能让人快速生发？这效果有违常理啊！这灵液效果不凡啊，不但能恢复体能，还可转化为真气。多谢师傅赐下灵液。你这头发……让师傅见笑了，是弟子修为尚浅，未能将灵液完全炼化，导致部分药力流向了头皮。即使如此，也不应该像这样立竿见影啊！可能是弟子的体质较为特殊，难不成是仙风道骨词条生效了？体质特殊？难道是因为他修炼鼓舞的缘故？还是说节目组安排的葡萄糖乃最新研发的产品，可瞬间生发？我操！我眼花了啊！这是什么型号的葡萄糖？居然让苏夏头发疯狂生长！啊！什么情况？节目组是不是偷偷给我们上特效了？这头发短短几秒钟居然长出一大截儿！范导，会不会是葡萄糖有问题，加了什么生发成分？啊！我问过道具组了，他们说是市面常见的款，绝对没有生发功能。如果跟葡萄糖无关，难道是因为他练过鼓舞？目前看来，只有这个解释能说得通，就这么对外说明吧。范导，既然苏夏会鼓舞，咱们不如请个鼓舞高手来做嘉宾，否则再出现这种场面，咱们还找不到原因。嘿嘿，这主意好，这主意不错，可以设定专家点评环节，增加看点。范导，最好邀请苏家的鼓舞高手，同出一脉，容易分辨苏家的手段。好，我这就去联系。观众老爷们，我是主持人王阳，趁着苏夏回房间休息，我来为大家隆重介绍两位嘉宾，他们皆来自鼓舞世家，并且与苏夏同族。这位是苏健先生，苏夏的叔父；这位是苏林女士，苏夏的堂姐。王主持，苏夏早已被逐出苏家，与我们再无瓜葛。若非听闻他偷学苏家武学，我们才不想上节目。族规明令禁止苏夏修习苏家武学，没想到他竟暗中偷师。只要证据确凿，我们将依家法废其武功。不知你们手中可有证据？确实有些影像资料，不过能否请二位先答应我，等节目录制完毕再处理苏夏？可以。来，二位请看屏幕，这有一段苏夏徒手斩树的视频。爸，苏夏竟已有明镜巅峰实力，我们之前竟毫未察觉。这小子藏得够深，不过这路数不像我苏家武学啊！居然不是苏家武学！师兄，这便是真气护体。真气护体，这又是什么？据苏夏自称，这是他从炼气诀中悟出的炼气式手段，无稽之谈。这世间哪有什么修仙？这招式八成是他从别处偷师的硬气功。这还有一段，他饮下葡萄糖后头发疯长，我们怀疑与鼓舞有关，还请二位鉴别。这是什么葡萄糖，竟能让头发转眼间变长？你们是不是后期处理过画面？这生长速度太不真实了。苏小姐，这是录播视频啊，绝对没有动过手脚。葡萄糖也是普通款，我们本来猜测是鼓舞带来的效果，可看二位的反应，难道跟鼓舞也不沾边？当然不沾边，鼓舞炼制精深，故能延年益寿，刀枪不入，但我从未听说过哪种鼓舞能让头发……爸，话不能说的太过绝对，也许苏夏习练的武学极为特殊呢。我怀疑我们苏家失传已久的秘武就在苏夏手上。没错，他必是偷学我苏家秘武。待节目录制完毕，我定要亲自向他问个明白。不仅要收回秘武，更要执行家法。他违背族规在先，武功必须废掉。这苏家妇女真是臭不要脸，为了抢夺苏夏的鼓舞，临时编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。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苏夏真够倒霉，不仅被节目组整蛊，还被苏家盯上了。除非他真有仙家手段，否则在劫难逃啊！凝练出第一道五行真气，便可饮日月精华，助我修行。
啊！凝光菊花，纳为己用。他难道在吞噬日月精华？他竟能吸取日月精华？难道他真在修仙？不是整蛊节目吗？为什么他真练出了神通？我操！苏夏居然能吸收日月精华，喝营养液能疯长头发，今晚又能吞噬日月精华，还说苏夏不是修仙？是什么鬼？古武可不是这样，他就是在修仙。哎呦，王阳，大半夜喊我们前来，道观那边又出了什么状况？范导、苏先生、苏小姐，你们快来！苏夏他，苏夏在吸收月光。苏先生，这难道也是鼓舞？啊，会不会是设备故障或者镜头反光？我已经派人去现场确认过了，那边回报说肉眼所见和直播画面完全一致。苏先生，你怎么看？这种能力已经超出鼓舞范畴，难道他真的从炼气诀中悟出了什么？如果不是鼓舞，那会不会是某种障眼法？比如他暗中布置了某种投影设备？范导，除了他的私人房间，道观各处都受我们监控，他但凡有任何小动作，我们都一清二楚。苏夏没有装神弄鬼，这手段必是出自苏家秘武。对，这必定是我苏家秘武中的某种修炼手法。只要我们取回秘武，苏家定能再强盛几分。范导，你们这节目要录制多久？我明天就想去清理门户。苏小姐，别急，请再给我们1周时间。苏家可以给你们时间，但今晚发生的事情必须帮我们隐瞒。另外，我打算派人上山试探苏夏，范导也得帮忙安排。刚才大家看到的一幕是投影仪制造的场景。原来如此，我还以为苏夏真能吸收日月精华呢。连我们都差点被骗到，苏夏必然深信自己能吸取日月精华。道长，咱们研究了一整晚，这炼气诀也没有啥特殊之处，为什么苏夏偏偏能炼出真气，还可吞噬日月精华？这口诀只是从古籍中随手抄录而来，老道反复琢磨，也不觉得能修炼。难道昨晚只是我们眼花了？别纠结了，我们直接向他请教吧。如果我们也能学会炼气诀，就说明修仙绝非虚无缥缈。苏夏，为师有个任务要交给你。师傅，请说。今后你来指点谢风和廷玉的修行。师傅修为更高，不应该由你来指点吗？为师有自己的理由，这事儿你好好办，可以奖励你一些灵液。师傅，比起灵液，我现在更想学一门功法手段，符箓、阵法、御剑术都可以。好，为师可以答应你。还好提前编写了几本书，回头把那本阵法大全扔给他，慢慢研究。该讲的我都讲了，现在跟着我的节奏来感知灵气，把手给我。居然真能看到灵气，同一本炼气诀，苏夏竟能从中悟出仙法。原来这世间真存在修仙。果然，没有苏夏的协助，便感知不到灵气。刚才明明能感应到灵气，难道以后修炼都要拉着苏夏？徒儿，这本阵法大全，你先拿去好好研究，若有不解之处，再来问我。谢风、廷玉，你们可有收获？师傅，经苏师兄引导，我刚才感知到了灵气。我也一样，那些五颜六色的灵气漂浮在我们身边。唉，可惜没有师兄的引导，我就感知不到灵气了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老道随手抄录的炼气诀，居然真能修炼。我回头也必须尝试一番。谢风、廷玉，你们随老道走一趟。师傅怎么神神叨叨的？虽然我更想学御剑术，但师傅既然让我先学阵法，定有他的用意。观众老爷们，刚才上演的戏码可否让你们过瘾？我相信，经过此事，苏夏已被谢华二人完全忽悠。助理，请将我们镜头切回道观，继续观看苏夏的修仙之旅。苏先生，这本就是炼气诀，
如果连苏夏这等武道废柴都能学会炼气诀，我们凭什么不行？没错，这狗屁的炼气诀根本没法修炼。即使按照苏夏描述的方式，也无法感应到灵气所在。依我看，谢峰和黄庭玉睁眼说瞎话。胆敢耍我们，这俩人简直找死！苏先生，会不会是苏夏体质较为特殊？放屁！他是我们苏家除名的武道废材，能有什么特殊体质？二位稍安勿躁，我不认为谢峰和黄庭玉说谎，也许是他们昨晚没睡好，导致神经错乱。这件事暂时不跟你们计较。樊导，我的人什么时候能上山？苏先生放心，过几天一定安排好。道长，怎么样？能不能感应到灵气？这3天老道尝试了几百遍，没一次成功。我们也一样，难道是我们的资质不够？你们莫非在哄骗老道，还是说你们连我也要一并整蛊？道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找摄像头。道长，我们当时真能感应到灵气。你们确定不是幻觉？我们今早又没吃菌子。不好，地震了！快离开房间！快逃！五行聚灵阵起！可惜材料有限，只能布置1座勉强能用的五行聚灵阵。这什么情况？哪来的岩柱？苏师兄，刚才那地动山摇。不好意思，第一次布阵，手法生疏，不慎引动了地脉。徒儿，风尘的地震是你所为。弟子本想布一座简易聚灵阵，奈何学艺不精，竟引得地脉翻涌，一不小心改变了地形。道长，刚才是不是地震了？苏夏人呢？是不是也在外面啊？我们外面没装摄像头，你们务必看住他，别让他趁机下山。无妨，你先回去，这里交给为师处置。是，师傅。喂，范导，那边什么情况？刚才地震，我们全来道观外避险，结果在门口撞见苏夏。他说什么？他说地震是他不小心引发的。嘿，这小子还挺会吹牛，真以为自己会仙术不成？范导，这事还真说不准。刚才地震过后，上清观附近可是出现了神迹。神迹？你确定？范导，方便视频通话吗？你看过之后自然会明白。这些石柱今天才出现，地震之后，它们犹如雨后春笋，拔地而起。若真是这样，确实可称作神迹啊！我们上次去上清观的时候，确实没见过这些石柱，难道真是刚形成的？地震确实可以改变地貌，但这种情况闻所未闻。黄庭玉，你确定是苏夏改变了地形？是他亲口承认的，而且他的语气不像开玩笑，一面之词罢了。可地震就发生在他研读阵法大全之后，这一切难道真是巧合？当然是巧合，大千世界无奇不有。苏夏又不是神仙，怎么可能回手间改变山河？地貌变动必是大自然的威力。刘总督，监测系统显示西南方向发生局部震感，这次的地震很不寻常。您看小燕山的前后对比图。你是说这次地震凭空长出了10几根石柱？对，而且震感范围极其精准，只局限于小燕山区域，对外围影响极小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啊！要不是这世间没有神仙，我恐怕会以为天降神迹。立即派遣侦察小队上山勘察，确认关内人员安全，一有情况马上来报。没想到这里还有专注修行的小伙，走去问问情况。贫道青云，是本观观主，不知各位施主突然到访，有何贵干？道长，我们奉总督府之命前来，刘总督监测到山中地震，调派我们上山核查，不知观内可有人员伤亡？本观无人伤亡，这次震感并不强烈，连一片瓦都未曾震落。你确定？这小燕山地形都发生了改变，震感居然不强？这可能是三清祖师显灵，庇护本观。是吗？队长，既然山上无事，我们得趁天黑前下山。总督要求详查，哪能草草收队？今晚我们就在这里借宿，不知道长能否行个方便？这老道神色有异，其中定有蹊跷，必须留下彻查一番。房间多的是，你们请随我来。队长，你真觉得这道观有问题？
不然为什么要留下过夜？还记得下午那位小兄弟吗？他年纪轻轻，却甘愿在烈日下打坐，八成是被道观洗脑的信徒。有道理。这人好强的定力，居然从下午做到现在，可见这道观有多反常。只是队长，那是什么药法？这家伙像在吞噬月光。传闻修仙者可吞服日月精华，他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修仙者？也可能是山精野怪。队长，这地方邪门，不宜久留。我们撤。道长，肖队长，你们大晚上不在房间休息，来这里做什么？那个，今晚月色不错，我们出来赏月。没错，我们只是出来吹风赏月。唉，想必你们已见识到苏夏的本事，老道知道你们有很多疑问。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请随我来。刚才见到的一切，都是节目组伪造的场景。对，原来你们在录制节目，难怪道长先前有些古怪。让你们见笑了。三清祖师在上，若非合同约束，弟子也不想撒谎啊。队长，咱们都成笑柄了，观众笑话咱们也被节目组忽悠瘸了。要不是投影太过逼真，我们怎会上当？这节目虽然有些意思，但你们也要把握分寸。若真闹出什么事儿，恐怕不好收场。这是在警告节目组啊！明天范导还准备跟苏夏玩点新花样，他们若是在场，怕是会阻挠我的。范导，道观正门前的监控设备已调试完毕。苏先生安排的人到位了吗？黄宇已就位，他即将以为师报仇的名义向道长挑战。苏先生，能否再跟黄宇交代一句？万一苏夏输了，还请他手下留情。总督府的人还在关里，闹大了不好收场。那几个人怎么还没下山？他们接到命令，要留下调查那些突然出现的石柱。青云老贼，10年前我师父败于你手，回去便呕血而亡。今日我要替他讨回这笔血债。唉，令师乃一代武学宗师，连他都不是老道对手，你又何必自讨苦吃？少在这里假慈悲！今日你若不敢应战，我会一把火烧毁上清观。既然你意已决，老道只能奉陪到底。但老道向来不喜欢以大欺小，苏夏，你可愿代为师出手？对方不过是一介武夫。师父，绝手者老。狂妄小儿，这小子竟敢轻视我！虽然苏先生交代要留守，但就冲他这句狂言，定要让他在床上多躺几天。小队，这是有人上门踢馆吗？鬼知道是真是假，没准又是节目组安排的戏码。我们看戏就成。对付明镜巅峰，3成实力足矣。这是什么硬气功？居然能硬接我一拳！硬气功？不，这叫真气护体。放弃吧，你毫无胜算。凡俗武学在修仙者面前，犹如萤火与皓月，萤火之光岂敢与皓月争辉？真气护体！苏先生明明说他最多明镜实力，我可是暗劲巅峰。刚才那一拳竟如泥牛入海，难道他真有真气护体？黄宇，你演技不错，但不要演过头了，速战速决，逼他露出真本事。我演你祖宗18代！这节目组真够损，为了忽悠人，居然连暗劲高手都请来陪演。队长，这人演技堪比影帝，我要是苏夏，也已经迷糊了。苏夏真以为有护体真气，竟敢对暗劲高手口出狂言？你少装神弄鬼！这世上哪来的修仙者？再抽我一拳！不好，这一拳已达暗劲巅峰，这人演过头了，苏夏不死也要惨。这一拳威力惊人，苏师兄能扛住吗？师兄不会被一拳打死吧？我全力一击，竟然！我早说过，萤火之光岂敢与皓月争辉？他居然毫发无伤！我这徒儿果然练就了真气护体。师兄威武！不愧是苏师兄，该我反击了。等等，
嚯，这么逼真吗？也没看到威亚，这人居然倒飞出去10几米！一个巴掌将人扇飞10几米，还说苏夏不会修仙啊？苏夏绝对有问题！难道真气护体真的存在？那一拳能打死一头牛啊！苏夏竟毫发无损。苏先生，黄宇是不是还在演戏？演，这一拳分明是暗劲巅峰的杀招，他刚才真要取苏夏性命啊！那苏夏能硬接这一拳，岂不是说真气护体是真的？依我看，苏夏其实是化剑宗师，这家伙深藏不露。爸，我们要从他手上夺回秘武，必须请爷爷出手。这事若被老头子知晓，可能会恢复苏夏的族谱，那可是宗师啊，武道最高境界。那要瞒着爷爷，当初是我们将苏夏逐出家门。我操！暗劲巅峰被一巴掌抽飞，这年轻人难道是化劲宗师？啥？这么年轻的宗师？暗劲高手在他面前，简直像随手拍走苍蝇。师兄威武！什么武道宗师？这分明是仙人手段！既然敢来踢馆，岂能让你轻易下山？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我认输，宗师饶命啊！进苏某的迷魂阵里，好好反省2日吧。这我刚刚不是还在山上吗？不可能，这是什么神通？居然将我传送到深山老林中！附近有人吗？苏宗师，我错了，请放我出去！不一定要求他，我自己也能走出去。难道我要被困死在这里？你也不，我不甘心。黄宇不像在演戏，难道苏夏真能布置迷魂阵？我记得阵法大全上确实有一套迷魂阵，但那也是结合古籍胡编乱造而来。好诡异，明明一步就能跨出来，他却像瞎子一样原地打转。师兄只用4面小旗，就能将黄宇困死其中，好神奇！队长，这怎么回事？难道遇到了鬼打墙？他怎么原地转圈，自说自话，跟疯了一样？8成是在演戏呗，只是这演技有些浮夸呀。队长，我怎么感觉不像在演戏？难道那小子真会什么奇门遁甲？切，反正我不信世上有这种玄妙的阵法，一会儿咱们也进去试试就知道了。这黄宇演技可以啊，明明一步就能迈出来，非在原地转圈表演技呢。如果黄宇全程演戏，之前不用吊威亚，怎么飞出去10几米？哈哈哈，这演技假的不行，也就苏夏当局者迷。黄宇在干嘛呢？原地转圈，转上瘾了。确实奇怪，剧本里没这段啊，难道是即兴发挥？黄宇可能怕苏夏再出手，因此装疯卖傻。爸，赶紧让他停下，别丢人现眼了。黄宇，你搞什么名堂？苏先生，快来救我！这森林走不出去。森林个屁！你就站在道观门口，附近哪来的森林？往前走3步就出来了。我还在山上。不对啊，我4面8方全是林木。你被苏夏揍出幻觉了，你直接走就能出去，原地转什么圈啊？苏先生，我一直往前走啊，但这森林无边无际，根本看不到头。放屁！监控看得一清二楚，你就是在原地转圈。苏先生别急，黄宇的说法不见得有假，这事确实邪门，黄先生也没有说谎的必要。范导，要不让人去把那几面旗子拔了？等等，有条狗进去了。快看，大黄的症状跟黄宇一模一样，似乎也迷失了方向感。大黄小黄都一样，这迷魂阵果然神奇。苏师兄果真是高人，仅用4面小旗便能设下迷魂阵，不但困住古武高手，连嗅觉灵敏的狗也无法脱身。我操，这狗怎么也在绕圈？难道黄宇没在演戏？如果迷魂阵是真的，岂不是代表苏夏乃修仙者？队长，那条大黄狗是不是提前训练过？没错，让一条狗绕圈并不是一件难事。道长，快去拔掉那4面小旗！老道都使出吃奶的力气，竟撼不动小小阵旗。我们来试试。邪门了，
这小旗像焊在地上似的。队长，只怕这4面阵旗只有苏夏才能取出。难道这迷魂阵是真的？是真是假？进去一探便知。你们谁敢跟我进去？队长，这有什么不敢？好，让我们会会这迷魂阵。连狗都走不出去，这难道真是仙家阵法？难道之前都不是剧本？啊，亲爱的，我们距离上清观不算远，要不要去现场求证？走，要是节目组连观众都骗，咱们当场击穿他。这狗屁节目，这修仙骗鬼呢！我这就上山拆穿这骗局。那4面小旗不仅困住大黄狗，还钉死在地上，无人能拔出。那迷魂阵似乎真是仙人手段，他根本不是修炼古武，而是修仙呢。我们一直看走眼了。爸，我们怎么办？他这仙人神通，即使武道宗师也奈何不了他。别自乱阵脚，你别忘了，他终究流着苏家的血。我这亲叔叔去祈求原谅，他还能不给这个情面？亡羊补牢，为时不晚。他要是肯带我们修仙，这家主之位给他又何妨？说得对，跟修仙长生相比，凡俗权位算个屁。我们现在就前往上清观，越快越好，最好在爷爷得知此事前，为苏夏恢复族籍。记得把当初得罪过苏夏的族人全部喊上。这一次关乎苏家兴旺，不容有失。周围的场景还真变成了深山老林。原来这世间真有仙人。上一秒还在山上，眨眼就到了这里，真是不可思议。队长，我们怎么出去？听着，眼前一切都是幻象，只要我们无视这些幻象，一路直行，定能破阵。跟我来，遇到任何阻碍也别停下，直接一头撞上去。有道理，只要直行，一定能冲出迷魂阵。哼，障眼法罢了。这树居然是真的，有实体。队长，这方法行不通啊！早知道这鬼阵法这么邪门，这不该进来。我们再想想办法，当务之急去向总督汇报这里的情况。萧峰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总督，世上只有仙人，我和战友们也确实被迷魂阵困住了。你是不是喝醉酒了？我让你们上山调查严重，不是让你们去度假。总督，我以军衔担保，所言句句属实。您若不信，可以派人来核实。不见棺材不落泪，你给我等着！小谢，立即派人跑向小燕山。刘总督，小燕山上全网热搜了，网上都在传小燕山住着一位仙人。那仙人叫苏夏，本是望城苏家子弟，后被家主苏建逐出家门。硬扛万计武者，吞吐日月精华，再加上萧峰的报告，难道这世上真有修仙之道？刘总督，还有一条情报，苏建父女近日频繁接触节目组，今天更是紧急召集全组。经由分析得出，他们多半要前往小燕山。苏家乃古武世家，若非天大的事，绝不会如此兴师动众。看来这苏夏比我们想象的更重要。结合种种迹象，苏夏是修仙者的可能性极高。小谢，立即备车前往小燕山。虽然我打心底不相信修仙，但哪怕只有1/1000的可能，若他真是修仙者，可助大夏复兴。师傅，徒儿，你找为师有什么事儿？方才去山下购物，见山脚下聚集了不少人，他们言辞激烈，说道观行骗。弟子推测他们乃黄羽的同伙，便自作主张在山间布下迷幻阵，以防他们扰了清静。你做得好啊！不过为师早早布下护山大阵，即便你不设迷幻阵，为师也会开启大阵。小燕山竟有护山大阵，弟子果然学艺不精，居然未曾察觉。我现编的护山大阵，你能察觉到才有鬼。师傅，这2块阵牌麻烦转交给师弟师妹，持有阵牌才可自由出入小燕山。为什么不亲自交给他们？弟子心有所感，突破在即，需即刻闭关。突破？难道苏夏要筑基了？家人们，我已到小燕山附近，马上就跟其他打假小伙伴一起上山，咱们一起去会会那位苏仙人。这次我们几个主播联合出动，带大家亲眼看清楚迷魂阵到底是不是剧本。小黄，我们要出发了。
奇怪，这雾似乎有些大了。还真是啊，那山脚下都没注意到山中有雾。才走几分钟就起这么大雾，不太对劲儿啊！管他呢，往上走准没错，早晚能到山顶。总算要走出这片雾了。我们怎么又回到原点了？我们不是一直向上攀爬吗？怎么会回到山脚下？再迷路也能感知到坡度，我们明明有在爬山，怎么会？肯定是雾气干扰了方向感。我们再来一次，这次记得用指南针。居然跟随指南针都会回到原地。鬼打墙，这一定是鬼打墙。难道这覆盖小燕山的雾气也是一座阵法？莫非苏夏真是修仙者？总督，还是让我先上山探路吧，确认没有危险，您再……不必多此一举，既然代价只是回到原点，哪来危险可言？可是……别废话，我们现在就上山。没想到能在小燕山见到刘总督。这位小姐，这里可是小燕山？对，你们是望城苏家？我们进山。喂，等等，你们等下还得回来，别白费力气了。在山下未见白雾，到了山中却是白茫茫一片。总督，我们一路在爬山，应该不会回到山脚下吧？只凭直觉，确实如此。奇怪，这山中怎会是大雾弥漫？爸，别疑神疑鬼了，山里起雾不是很正常吗？也是，我们继续爬山吧。还真回到了原点，果然神奇。我们一路向上攀爬，兜兜转转，又回到山脚。爸，我们不是在爬山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山里的雾气果然有问题，难道这也是苏夏布置的迷魂阵？刘总督，道长得知您今日莅临，特命我前来接引，请随我上山。小兄弟，这山中迷雾，想必也是苏夏的手笔。正是，他闭关前布下迷魂阵，凡擅自入山之人，皆会绕回原点。苏夏闭关了，那要多久才出关？短则几日，长则半月。刘总督若事务繁忙，可过2日再来。不行，苏夏乃大夏唯一修仙者，等他出关便是头等大事。现在就请小兄弟带路上山。刘总督，别来无恙。苏家主，你怎么也来小燕山了？刘总督有所不知，苏夏乃我苏家子弟，来小燕山也是为了寻他。可我听闻他早已被你们逐出苏家了。外界误传罢了。苏夏乃我苏家天骄，我们真是还来不及。哼，最好如此。他如今关系重大，若有人与他为敌，便是与大夏为敌。这，刘总督，不知我们能否随你一同上山？你问我做甚？我又没能力带你们上山。小兄弟，你看，我们跟苏夏是一家人，可否行个方便？也行吧，你们一块跟上。小兄弟，这迷雾未散，我们该如何上山？苏师兄的阵牌可帮我们破阵。区一面铜牌，竟能号令迷雾自辟道路，这就是修仙者的手段吗？果然非凡。若我苏家也能修仙，必能成为大夏第1家族。这雾气仿佛拥有灵智，竟主动让开一条大道。我之前还担心判断错误，如今见到这一幕，足以确认苏夏就是修仙者。诸位，请随我上山。萧峰他们怎么还困在迷雾阵内？刘总督，苏师兄说过，这迷魂阵只会运转2天，萧队他们后天才能出来。浮生无量，刘总督亲临，小冠蓬荜生辉。你就是苏夏的师傅青云道长。惭愧，贫道不过一介凡人，可当不起苏夏的师傅。这本是一出整蛊节目，谁料苏夏竟假戏真做。若没有道长的炼气诀，苏夏也没法修仙吧？说来也古怪，
那炼气诀乃老道从古籍中抄录而来，旁人无法修炼，偏偏只有苏夏可以。还有阵法大全，也是根据古籍瞎编。也许上古时代确实存在仙人，而苏夏恰好有能力从古籍中的只言片语领悟大道。苏夏天赋异禀，不愧是我苏家天骄。这苏剑当真不要脸，昔日将苏夏逐出家门毫不留情，如今却厚着脸皮往自家脸上贴金。老黄，出什么事了？二位看热搜第一，整蛊节目修仙者，这个刘少辉越来越不像话了，堂堂总督竟参与节目炒作。老黄，核实过了吗？他若真敢公器私用，这位置就别做了。老陈、老李，若我说这世间真有修仙者呢？荒唐！这种怪力乱神之说，怎能轻信？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们，修仙者确实现世了，他如今就在小燕山闭关。老黄，你失心疯了！这世上不可能存在修仙者。是不是刘少辉跟你说了什么？这家伙，你们再看看这几个视频，这些全是技术部核验过的视频。刘少辉甚至亲自体验过阵法，这些视频确定没有合成痕迹，已通过多重验证，绝无虚假。老李若不信，现在就可直接连线刘总督。吞吐日月，执掌阵法，竟真有这种神仙人物？若我大夏真有修仙者坐镇，周边宵小，谁敢再犯？老陈，只有一个修仙者还远远不够。无论如何，这位名叫苏夏的修仙者也值得我们倾力相待。老黄，立即接通刘少辉。且慢，联系他之前有件事需先议定。讲。这事已引爆舆论，不少民众亲自前往小燕山验证，消息封锁已无意义。现在民间要求官方给出明确回应，我们该如何处置？既然压不住消息，那就公开。我赞同。当前国际形势波谲云诡，此时公布正可提振士气，凝聚民心。刘总督，待苏夏出关，务必以国士之力相待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另外，我们经过商议，决定向全民公开苏夏的身份。您有什么建议？您确定要公开？这事已经在民间引发热议，既然消息无法封锁，不如顺其自然。事到如今，我建议立即将小燕山划为军事管理区，未经许可，任何人不得擅闯。好，就这么办。好壮观的场面！这又是什么阵法？竟能呼唤沙尘，隔绝一方天地？这是黄沙阵，亦是苏夏闭关前所设。这阵法能隔绝声音，也能遮风挡雨。若有擅闯者，顷刻便会被流沙吞噬。大阵鸟瞬间被灭，这黄沙阵果然凶险万分。凡人若敢入阵中，必然也是粉身碎骨。只有苏夏能安稳坐在阵中，这就是仙凡之别吗？说我大夏能有100位这样的修仙者，寰宇之内谁敢放肆？不过，即使只有1位修仙者，也足以震慑宵小。待消息公布，举国上下必将为之振奋。经多方核实，我国已正式确认首位修仙者的存在。该位修仙者叫做苏夏。我大夏居然诞生了修仙者，天佑大夏啊！我早就说过苏夏是修仙者，如今官方认证，看谁还敢说是剧本啊？那不是整蛊节目吗？怎么就真成修仙了？什么？大夏有修仙者？原来修仙是真的！我要修仙！我要修仙！我一直在追这个节目，从苏夏打坐那天起，我就知道他不一样。苏老，你们苏家出了个大惊喜！惊喜？刚才都在播报。我苏家又不是没上过，这算什么大惊喜呀？这次不一样，是所有同步头条，苏家怕是要成为大夏第一世家了。你说什么？赶快告诉我，到底是什么事儿？你们苏家诞生了一位修仙者。修仙者？哼，开什么玩笑？这世上哪有修仙者？我就知道您不信。您是不是有个孙子叫苏夏？喏，他现在霸占的头版头条，全网热搜第一。苏夏，
当初苏建将他逐出家门，我默许了，谁曾想竟错失真龙。必须补救，不惜一切代价。大夏居然诞生了一位修仙者，这对我福营大大的不利。哼，我不信大夏有修仙者，我要求福营媒体立即前往大夏揭穿这个弥天大谎。大夏居然有超能力者！天哪，太炫酷了吧！骗子！大夏就是骗子！超能力早被各国证伪。即便真是修仙者，也挡不住我天竺的6代战斗机。凭什么大夏境内会诞生修仙者？那位修仙者一定拥有高黎血统，只有我们高黎人才配修仙。各位应该都注意到大夏的最新动向。可笑的大夏，竟举国之力炒作一个虚无缥缈的修仙者。也许这是大夏人的战术。这战术有屁用！大夏底蕴深厚，绝不能轻视。底蕴？大夏能比天竺深厚吗？别忘了，天竺已拥有6代战机，大夏有什么？你们认为这修仙者是真是假？我看过几个视频，也让人检验过，或许真存在超自然力量。哼，不可能，这必然是大夏精心编织的骗局，意图在战略上恫吓我们。没错，一切都是大夏在虚张声势。我们必须联合起来，撕破大夏的伪装。我赞成。境外媒体统一口径，指责我们编织了一场世纪骗局。很意外吗？这些年他们没少给我们泼脏水。话虽如此，但我们也得有所回应，不能任由他们混淆视听。这还不简单？既然各国媒体都声称小燕山是一场骗局，我们大可让他们亲自体验一番。那些国外记者不是想前往小燕山吗？正好借助他们的镜头，让世界看清真相。大家看我身后，这就是大夏声称存在修仙者的小燕山。我们即将登山，为追寻真相的观众们揭开这场骗局。大夏妄图欺骗全世界，今天我们将用镜头记录下他们的虚伪。天竺国的朋友们，我们将见证本世纪最大的笑话。这山里雾气有点不正常啊！山区气候多变，不必大惊小怪，抓紧时间上山。大家都跟紧我，别走丢了。怎么又绕回来了？你个白痴，怎么带路的？不对，我们一路向上攀爬，不可能回到原点，这不符合常理啊！难道传闻中的阵法是真的？哪有什么阵法？根据我国专家分析，这山里很有可能安装了大型地磁干扰装置，扰乱了我们的方向感。那我们该怎么上山啊？各位放心，我早已备好直升机，大夏休想让我们知难而退。这群洋人倒是机灵，还知道乘坐直升机。本想让他们在山下多转几圈，再让谢峰去接引，这下倒省事了。刘总督，那位修仙者在哪儿啊？我们怎么没看到他？刘总督，丑话说在前面，若今日见不到所谓的仙人，大夏将在全世界面前沦为笑柄。大夏有句古话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现在承认这是场骗局，并向全球道歉，还为时未晚。哼，真金从不怕火炼。奇怪，这镇外怎么来了一批外国面孔？暂且不管他们，当下突破在即，不宜分心。山顶居然出现局部沙尘暴，这完全违背气象规律啊！啊，不对，这些沙尘仿佛被某种力量约束在原地，丝毫没有外溢。快看，沙暴中心好像有道人影。他难道就是修仙者？奸诈的大夏还在装神弄鬼，这顶多是某种罕见的自然现象，跟修仙有什么关系？没错，说不定是用了全息投影技术。既然大夏执迷不悟，就让我来亲手撕开你们的伪装。等等，不可！刘总督，你害怕了，就让我来揭穿。他被卷进去，撕碎了。沙尘暴怎么能杀人？这不科学！啊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居然能秒杀浮游记者！快离远点，这鬼东西太危险了！哎，
我早已警告过，是他一意孤行。放心，这阵法乃苏夏所设，不会外扩。现在我再问一次，我大夏可有修仙者？刘总督，虽然这沙暴能杀人，但也只是特殊自然现象，跟修仙有什么关系？没错，这种食人沙尘暴，全球又不止这一例。那你们又如何解释苏夏能在其中安然无恙？切，里面那影子模模糊糊，谁知道是不是你们放置的假人？哼，我同意。在没有亲眼见到之前，这沙尘暴只能算自然奇观。一个个睁眼说瞎话，简直厚颜无耻！你们要是不信，可在小燕山多逗留几日，到时候苏夏出关，这破地方谁愿意待？我们已调查清楚，这就是一场骗局。啊！天地异变，这龙卷即从苏夏而去，不好！苏夏还在闭关，这龙卷可能会让他前功尽弃。又一奇景现世，这龙卷毁天灭地，快逃！给我破！那神竟悬浮在空中！不可能，那家伙居然能从龙卷中活下来！啊，他竟然能破开龙卷风，这只有天神才拥有的伟力！啊，难道大夏没有说谎？他真是修仙者？好，苏夏安然无恙。紫气东来，霞光灌顶，这是筑基异象。筑基，苏夏成功突破了。汹涌的紫气，从天而降的七彩云霞，种种异象，以前从没见过。啊，他竟然能引动天象，这已超越了科学的范畴。神灵转世，一定是神灵转世。完了，全球直播，所有人都看到了，大夏竟真有仙人临世。好，苏夏终于出关了。紫气东来，霞光万丈，这就是我大夏的修仙者。没想到大夏真有修仙者啊！连天地之力都为他所用，我们还有什么资格与大夏抗衡？那位大夏人竟然引来了奇怪异象，难道他是天神下凡？上帝，我们都被那些专家骗了，大夏没有说谎。我要去大夏修仙，这就是你们的好主意。现在全球几十亿人通过我们的直播，亲眼见证了大夏的修仙者。谁能想到大夏真有修仙者呢？我们都以为是场闹剧。再说，你当时不也……好了，事情已经发生，追责毫无意义。当务之急是考虑好怎样补救。原本大夏士气低落，这修仙者一出，他们又多了一张底牌。修仙者又能怎样？一发导弹就能解决。如果是成千上百位修仙者呢？假如从今天开始，大夏全民开始修仙，我们又该怎么办？我们必须逼迫大夏公开修仙秘法。好一个天地异象！这修仙果然夺天地之造化，当真令人心驰神往。逆天改命，长生久世，这是刻在人类骨子里的终极梦想。刚收到消息，苏夏筑基后1刻钟内，全球飞往我国的国际航班机票已被抢购一空。这其中，恐怕10有8九都是奔着小燕山而来。必然如此，连我们都想去修仙，普通人更加抵挡不住成仙的诱惑。我已下令向小燕山增派特殊行动部队，必须确保苏夏的清净，绝不容许任何人干扰他修炼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要举全国之力助苏夏修行。师傅，今天怎么多出一堆洋人？他们全是冲你而来。你如今已是名动天下的修仙者。这位是刘总督。苏仙师，我谨代表国家向你致意。高层已做出决议，将倾力助你修行。今后但凡有任何需要，都可以开口。我目前的需求只有一个，请师傅将筑基期的功法传授于我。啊，这下糟了！
炼气诀都是他胡编的，这筑基功法难道要当场现编吗？苏仙人，你师傅可不是修仙者，这一切都是场骗局。没错，苏仙人，这大夏上下都在耍你。我如果是你，早改国籍了。对，苏仙人，你要是加入我国，定能享受到最高待遇。如果苏仙人愿意加入府国，我们也愿意给你最高待遇。我高丽国也可以加入我们天竺，赐你高种姓。我师父不是修仙者，难道你们是？苏仙人，我们有视频为证。我师父若非修仙者，我又是跟谁学的修仙？你们再敢胡言乱语，信不信我一掌拍死你们？啊！ Oh my god！ 求苏仙人收我为徒。苏仙人，我们也想修仙。修仙界不收洋人。你现在不交，将来也得交。难道大夏能承受海外各国的压力？区区一介凡人也敢威胁修仙者？给我死！刘总督，不是我嗜杀，而是这些洋人太过无礼。我师父心怀慈悲，不愿沾染因果，但他们得寸进尺，我也不能坐视不管。刚才不怪苏仙师，是那位记者先动手，苏仙师只是自卫。不过经此一事，白头鹰方面绝不会轻易罢休，还望苏仙师早做应对。哼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师父，徒儿方才所求的功法。你既已筑基，功法自然要传授给你。我为师这就去准备。苏夏杀人不眨眼，要是知道我跟节目组在整蛊他，怕不是要活剐了我们。为今之计，只能继续隐瞒，日后再想办法脱身。他们怎么样了？好孙儿，许久不见，没想到你竟成了修仙者。逆子，还不快快跪下！小夏，是堂叔糊涂啊，当初不该将你逐出家门。经老爷子训导，我已深知大错，今日特来赔罪，求你原谅。苏夏，堂姐往日多有不是，还请你宽宏大量。哼，苏老爷子，你们摆出这般阵仗，有何贵干啊？乖孙儿，爷爷知道你最近受尽委屈，为弥补你，苏建愿将家主之位相让。小夏，往后由你执掌苏家，带领我们成为修仙世家。哼，区区苏家，难入我眼。若不是我成为修仙者，你们岂会后悔？尤其是你，苏老爷子。好孙儿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苏老爷子，当初苏建将我逐出苏家，你难道真不知情？一丘之貉罢了。好孙儿，你身上毕竟流淌着苏家的血脉。你们将我逐出家门时，可曾念及过血脉之情？干得好！早该教训这群目中无人的洋人，他们竟敢在苏夏面前放肆，自寻死路。对修仙者出手，谁给他的胆子？不愧是苏夏，弹指间，白头鹰记者灰飞烟灭。野蛮的大夏人，不愿分享仙法就算了，竟公然杀害我国公民，太可怕了！只是弹一弹手指，我们的记者就没了。大夏必须交出凶手，绝不能就此罢休。天神转世，他一定是天神转世。好恐怖的能力！他要是对扶阳出手，要怎样与他抗衡？徒儿，这里不仅有修炼心法，更囊括制服、炼气、炼丹等百家要术。今日为师倾囊相授，望你勤加修习，早结金丹。多谢师父传道之恩。这回既有我胡编的内容，也参了几本真古籍，我倒要看他还能不能瞎猫碰上死耗子，悟出结丹之法。苏夏又要开始修行了，大家快拿出纸笔，做好笔记。苏夏翻看灵符大全，我也有一本，这书没啥用，我不信他能从中悟出什么。苏夏真能冲击结丹境吗？之前误打误撞悟出炼气诀，这筑基以后还能继续瞎悟吗？奇怪，
怎么还是不行？哎呀，今日天光正好，正是用功之时啊！师傅，我制作符箓时遇到一个难题，恳请师傅指点。糟了，我哪懂什么制符？早知道不该往这边晃。那什么难题？尽管说来。师傅，请看上面纹络，每画至第23笔，灵气便阻塞不通。哎呀，豁出去了，随便编个理由，谅他也辨不出真假。好徒儿，瞧见没有？第23笔必须这么画。道长还在忽悠苏大哥呢，随手一画，愣是装得高深莫测，这样苏大哥怎么参悟啊？唉，道长的演技炉火纯青，苏哥还真以为其中蕴含大道呢。嘿嘿，苏夏，你慢慢悟，为师有事，先走一步。哦，我懂了。哎呀，你懂什么了？师傅这一笔看似随意，实则暗含天地韵律，直指符道本源。弟子此前对制符尚存疑虑，经此点拨，茅塞顿开啊！我相信不出数日，定能参透这灵符大全。这就成了！我操！我不过是随手一画，这也能悟出真东西啊！真让苏大哥悟出来了！随手一笔能悟出符道，这科学吗？哼，试试这张火爆符的成色。去！不是，道长那笔到底哪里特殊了？我当上半天也没看出门道。你说青云道长会不会是位隐士高人，一直在扮猪吃老虎？火爆符，这符爆发的温度是有多高？真的瞬间融化钢铁。 What the fuck！ 一张纸竟有这么大威力！这就是东方的仙术吗？大侠人得意不了多久，待各国舰队集结完毕，他们必须老老实实交出苏夏。开！哈哈哈哈哈！这一月以来，我不但修为稳步精进，更将炼器、炼丹、阵法、符箓悉数悟透。多亏师傅的点拨，方有如今的进度。徒儿，你托刘总督筹备的物资已悉数送至，现暂存于偏殿。好，这些物资关乎到结丹，我得好好答谢刘总督。结丹？难道你要？师傅猜的没错。 弟子最近打算冲击结丹境，既然物资齐备，今日便赴后山闭关冲境。苏大哥，你又要突破了，明明1个多月前才筑基的。嘿嘿，苏哥天赋异禀，修仙如河水，我们学炼气诀已有月余，仍感应不到灵气，苏哥却要冲击结丹了。你们的机缘未到，不必强求。师傅，刘总督在哪儿？我想当面道谢。 刘总督公务缠身，物资送来后便匆匆下山。哎呀，你有所不知，近来各国舰队轮番在大夏周边海域军演，形势紧迫。刘总督坐镇东南，需时刻研判态势，上报中枢。哼，他们定是想替那位记者讨个公道。这件事既因我而起，自当由我斩断。不过当务之急，先冲击结丹境。 情况如何？依旧不容乐观，军演范围又向前推进了20海里。这次想要破局，恐怕难度不小。我这儿倒是有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苏夏已开始冲击结丹。这么快？不是刚筑基吗？也不知这结丹修士能有多厉害。他在筑基期时已等同于人形核弹，若能再进一步。 岂不是举手投足间覆灭一支现代化军队？或许他能帮我们破开本次僵局，恐怕还不够。我们不能将希望寄托于一人身上，哪怕他是飞天遁地的修仙者。消息
想必都已收到。大夏那位修仙者即将冲击下一境界啊！怎么可能这么快？他才筑基1个月，快又怎样？修仙者再厉害，还能挡得住我们的坚船利炮？如果是正面抗衡，即使他当下突破，也抵挡不住饱和式导弹打击。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修仙者的斩首行动，这一点值得重视，必须动用所有监控手段，卫星全天候锁定。只要他离开小燕山，我们就得进入最高境界。我们天竺无所谓，苏夏要是敢进入天竺境内，便要承受我们准6代机的怒焰。难道你们就没有想过阻止苏夏进阶吗？阻止？我们该怎么做？在苏夏冲击境界最无防备的瞬间给予干扰。你们说他会不会因此进阶失败？他甚至可能会走火入魔。在那之前，必须让联合军演再度升级，将大夏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海上，同时再派遣一支精锐，直取目标。苏大哥进入这雾隐阵已有10天，不知道结丹了没有？苏夏上次筑基，引动天地异象，突破结丹必然更为惊人。如今风平浪静，说明尚未攻城。上次筑基都耗时几天，我猜结丹至少要1个多月。难道这是结丹异象？我刚估算好时间，苏哥就来打我脸。快看，空中居然还有龙虎虚影，竟有4神兽护道，他们虽然不是实体，却震人心魄。老道方才差点跪倒在地，这威势当真恐怖啊！这异象一重比一重可怕，连4大神兽都降临人间了。不愧是4大神兽，这压迫感差点把我吓尿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大夏将精力全放在周边海域，根本想不到我们会派人去袭击苏夏。不要过于乐观，那是大夏传说中的4大神兽，导弹能奏效吗？4神兽护道，如果这次偷袭失败，我们恐怕再也没有机会阻止他变强。什么狗屁4神兽？这2发新型导弹绝对能杀死1位修仙者。哼，你们等着瞧吧。苏夏必将被炸得尸骨无存，可惜啊，未能全球直播，否则所有人都将见证这位仙人的陨落。什么狗屁修仙者？我还以为有多厉害，最后还不是2发炮弹解决。来，今天值得我们庆祝。这次行动能如此顺利，全赖阁下运筹帷幄啊！2枚导弹就能解决？看来是我们高估他了。让我们为胜利干杯！不对，还没结束。他居然能硬汉2发导弹，不愧是结丹期修士。苏大哥竟毫发无损。金丹已成，大道有望。一粒金丹吞入腹，我命由我，不由天。何方宵小，敢在结丹真人面前放肆！见鬼！他是什么怪物？导弹都炸不死！快，发射所有导弹！熄灭！我这徒弟真他娘的逆天！要不是怕他知道真相后翻脸，我都想跪下来磕头拜师。苏哥威武！这群人开着架破直升机也敢来挑衅，简直不知死活！苏大哥，你没受伤吧？我好歹也是结丹，几发普通导弹岂能伤到我？你们没发现吗？师傅至始至终都不曾出手，若我真有危险，师傅早就出手相助了。道长能有什么实力？他刚才下的不轻，
2条腿抖的都快站不稳了。哎，苏哥都结丹境了，居然还看不出道长是水货？难道苏哥喜欢玩角色扮演？师父的修为果然深不可测，即便我已结丹，仍感知不到他的法力波动。莫非师父已是元婴大能？可恶，这都杀不死他！啊！他用一柄剑就把所有导弹都拦下了，那是苏夏祭炼的飞剑，专属于修仙者的武器。据说那柄飞剑无坚不摧，连重型机甲也能轻易洞穿。幸好不是全球直播，不然大夏的气焰又要嚣张几分。你们说，如果他出现在海上，会不会也能瞬间摧毁我们的联合舰队？那也要能接近才行。天上有卫星，海上有雷达，他拿什么突破重重防线？哼，没错，大家不必过度担忧。修仙者再强，难道还能抵挡铺天盖地的导弹齐射？甚至，我们可以对他使用核弹。核弹用来对付一个人？你们辅营应该是最清楚核弹的威力。别说一个修仙者，就是再来10个，在核爆面前也得灰飞烟灭。哇，不愧是4象聚灵阵，这阵法一成，今后修炼速度何止提升千百倍。蓝星修仙者寥寥无几，天地灵气却异常充沛，因此这阵法的效果才远超预期。苏大哥，阵法成了吗？4象聚灵阵已成功运转，正汲取万里灵气。假以时日，小燕山必成一方洞天福地。师妹，你不妨再试一次炼气诀，或许会有变化。苏大哥，我根本没有修仙天赋，就不要浪费时间了。今时不同往日，试试总不会有错。那我再试最后一次。苏大哥，我感受到了，是灵气，我终于也能修仙了。姚总督，天大的好消息！什么好消息？第2位修仙者出现了。第2位是谁？是黄庭玉。今天苏仙师布成的4象聚灵阵汇聚海量灵气，黄庭玉趁机成功感应到灵气。好，我还担心蓝星只有苏夏能修炼，如今看来这修仙呐，别人也可以。既然能出现第2个，必然会有第3个、第4个，乃至成千上万。如果只有1个修仙者，也许无法改变国际形势，但若是出现成千上百呢？可是短期内，大夏恐怕很难诞生大量修仙者，我们在国际上依旧要面临重重压力。无妨，他们同样怕鱼死网破，不敢真正撕破脸。我们至少还有半年战略窗口期，只要在这期间能初步培养出一批修仙者，这僵局必破。气纳百川，神归子府，一手丹田，周天自顾。苏大哥何时才能出关了？自从他月前闭关，这带领弟子修行的担子就落在我身上，可我自己也不过是个炼气期的小菜鸟啊。天地异动，发生了什么事？那边。这是古籍中记载的元婴法相，苏夏他结成元婴了。从一阶凡人到元婴修士，竟不足1年。那法相只看我一眼，我竟如坠无间炼狱，太可怕了。闭关1月，使用忠诚元婴。元婴已成，昔日旧账该好好清算。苏夏要去哪儿？难道说，苏大哥曾经说过，他元婴之日便是斩断一切因果之时？因果？跟谁的因果？白头鹰、浮营，凡是昔日藏在的突破中暗中偷袭，后有极阶舰队威逼大夏，索要仙法的各国，都是苏大哥要斩断的因果。难道他要去海上？奥克司令，目标苏夏位置已锁定。在哪儿？前方20海里，一座孤立岛礁。卫星显示他正在休息。
按照最高层指示，只要在海上见到苏夏，立即将其消灭。传令各阶，锁定目标坐标，全火力覆盖。遵命，长官。等等，先派无人机过去，接通全球直播信号。我要让所有人看见得罪我们白头鹰的下场。直播嘛，有点意思。正戏终于来了。若是1个月之前，我还无法招架这等饱和打击，但如今位置已区几十枚导弹，随手可摘。剑来！闪！不可能！全部被一把剑拦截了，而且是同一时刻击落，他简直就是天神下凡！长官，我们的火力对他完全无效，是否立即终止演习，撤离大夏海域？我们首领阁下，我们的饱和打击对他完全无效，我建议立刻撤退。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撤。可是我们，哼，没有可是。现在我命令你启动核武器。阁下，你疯了吗？居然要用核弹对付一个人？少废话，立即执行命令！我不信他连核弹都能扛住。没有人能在核爆中生存，纵然是神明降世，今日也要灰飞烟灭。狗急跳墙吗？居然敢动用核弹！哼，正好用这枚核弹试试我的极限。疯子！这群疯子竟真敢动用核武！那是核弹啊！老天爷，求你保佑苏大哥，我愿用20年，不，一生寿元，还他平安。完了，核弹之下，众生平等。苏仙师为什么不躲避？难道他想要硬接核弹？苏夏，迎接热烈的核爆吧！结束了吗？他应该……不可能！他居然硬扛核爆！撤！全舰队立刻撤离！快！核爆也不过如此。